皇帝陛下驾到！林将军，你终于来了，朕等了你好久。来人，赐座，为林将军单独设席，就在朕的台下。今日之宴，乃是大前与北狄和谈之盛会，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，永结同，先饮此杯。别动！天亮了，3000人，活下来的不足50，而真正的试炼才刚刚开始。圣旨到，镇北将军林晨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晨身为镇北将军，不思以德怀远，反暴虐好杀，致使生灵涂炭，有损之伤天和失民心。即刻起，剥夺林晨指挥权，就地释放所有战俘回京，向战俘家属弃谢罪，以彰朕仁德之心。钦此。臣林晨领旨谢恩，算你识相。万里江山，终究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守。将军，末将将这条命是您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。白天的事儿我看不懂，我不怕死，咱们这么干，等于跟朝廷彻底撕破脸了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不攻正门。赵虎，你带3000人从正面佯攻，声势要大，动静要响，让他们以为我们中计了。但不要真的冲进去，在弓箭射程外列阵，擂鼓呐喊，吸引他们的全部注意力。我带剩下2000人从后山爬上去。后山，将军，后山是悬崖，赤袭说坡度接近垂直，就算是山羊都上不去。山羊上不去，但人可以。我在攀岩俱乐部拿过全国冠军。后山的悬崖，花岗岩质地，风化程度中等，裂缝足够手指扣入。只要能找到一条路线，200步之内可以攀上别院后方。国师的主力全在正门和山腹里，后山的防守是最薄弱的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没有人能从悬崖上去。他的认知就是他的盲区，而盲区就是破绽。我带队攀上后山，从内部打开山腹入口的机关，封死出口，把那500人锁在地下。你帮我是因为你需要武威，但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武威的价值。你调动了整个商行的情报网，动用了藏在宫里多年的眼线，还亲自给我提供藏身之处。这些投入，光靠一不是那种会做亏本生意的人，所以我才从一开始图的就是比武威更大的东西。你猜对了，武威只是跳板，我从头到尾要的是皇商。刘秉义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2年，他把国库变成了私库，把军饷变成了贿赂，把本该属于天下的钱装进了不到100个人的口袋。我用了5年的时间收集他的罪证，所以皇商，我应了。
准备好了。回禀师尊，500重骑已整装完毕，只等北狄大军抵达，便可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京城北门。臣领旨。昨晚发生了2件事。第一件，女帝赤足单衣，独自一人去给了兵部直房，强行调走了一队禁军，银子已经在丑时3刻装车完毕，卯时出城，由禁军护送。护送银车的禁军有整整300人，押运途中如有任何官员设卡阻拦，禁军可以先斩后奏。300禁军先斩后奏之权，他这是把国师的势力范围撕开了一个口。从京城到北疆，沿途关卡大多被国师的人控制，以前边校出不了京籍，就会被各种理由截留，谁拦谁死。这次300禁军押运，他把国师逼到了墙角。第二件，国师出城了。出城？卯时初，国师以斋戒祈福为由出城前往西山别院，随行只有4个贴身道童和1队护卫，看起来像是普通的修行记。西山别院方圆20里是我苏氏商行的情报盲区，我的人进不去。那一片山区从3年前就被国师以皇家禁地名义封了，里面的布置我一无所知。一个国师在京城最需要他坐镇的时候忽然出城斋戒祈福，要么他是真的去斋戒，要么他是去准备他最后的底牌。苏少东家，你说哪种可能性更大？我不是算命的，但我做生意有个原则，永远不要低估对手的智商。国师不是一个会被300魏军吓到的人，他在这座城里经营了40年，历经3朝，扳倒过至少5个比他更有权势的政敌。然后我们里应外合，你从正门冲进来，我从后山杀下去，两面夹击，把别院拿下来。国师是死是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拿到他手里那卷遗诏和与北狄联络的证据。有了这些，北狄大军压境的时候，朝廷才能上下一致，没有内鬼。末将在正门，擂鼓，将军放心，鼓不停，人不退。轻装卸甲，只带退剑和绳索，战靴底部裹布，减少声响。因为一个人如果是为了好事而做事，他随时可能良心发现，随时可能退缩，随时可能在最后关头放仇人一马。你不会，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良心发现，你只知道谁是你的敌人，谁是你的盟友，谁是挡在你路上的石头。所以我敬你，敬你不会良心发现。将士们，干了这碗酒，随我杀退北狄，保家卫国！风暴将至，将军，斥候回来了。别院外围的警戒比预估的多，正门布了200人。后山也有埋伏，还有斥候说山里有人在敲鼓，不是道观的沉重木鼓，是战鼓，声音是从山体内部传出来的，闷得很，像是被石头压着，每隔1刻钟敲一次，已经敲了整整1夜。将军，赤喜回来了，别院外围的警戒比预估的多，正门布了200人，后山也有埋伏，还有
是北狄人的战鼓。草原上的规矩，出征之前一夜战鼓，让将士的血慢慢热起来。天亮时分，战鼓一停，全军冲锋。国师等的人已经来了。来了多少？500，藏在地下。如果只是500人，国师不会敲战鼓。敲战鼓是为了让里面的人保持临战状态，说明他们准备在天亮前后动手。但如果只是500骑兵，动不了京城。京城禁军虽然战力不如边军，但守城绰绰有余，所以国师一定有外部援军。北狄的主力应该已经在路上了，距离不会太远，1天，最多1天半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拿下西山别院，封死山腹的出口，把那500人闷在里面，然后才有资格谈怎么挡北狄主力。西山别院正面，你们。赵崇光呢？昨夜已被林晨控制，供出了军械案的全部细节。女帝可能已经掌握了朝中参与倒卖的完整名单。赵崇光这颗棋废了。赵崇光从来都只是一枚棋子，一枚用来吸引目光、拖延时间的弃子。真正的杀招从来不在朝堂之上，真正的杀招在这座山里，在这500名静默等待的北狄骑兵身上。林晨，一个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边将，一个不讲规则的疯子，一个靠一本账本和一把剑就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变数。我花40年布下的棋余局被他用了不到10天拆了一半。不过没关系，棋局被拆了一半，剩下的棋子照样能将死。4天后，北狄韩王的3万铁骑将踏破边境，届时京城空虚，女帝孤立无权，而唯一能挡在我和皇位之间的那个人，会自己送上门来。10年来，我一直等着这一天，等苏庆瑜长大，等朝中遍布我的党羽，等北狄的军队在边境集结完毕，等所有棋子都走到我预设的位置。4天之后，这座江山易主，君临天下易主。前世的肌肉起义，穿越的荒诞，这片土地上那些被出卖的士兵，被克扣的粮草，被当成棋子的人命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我从那个加班军死的夜晚带到这个世界，但我已经被卷进来了。不是被命运，是被愤怒。那种愤怒不是热血冲头的咆哮，而是冷到骨髓的，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的愤怒。喝了就不冷。他说我粉他不退，是南阳关，南阳关后面是老百姓。礼仪是第一句话，3000人就送了命，忠诚有什么用？后来我发现，他不是傻，他只相信有值得忠诚的东西，只是碰巧他的忠诚被不值得的人挥霍了，所以他不后悔跟我，不是因为我对，是因为我至少告诉他，他这把刀是往哪里砍的。苏少东家，你呢？你选择跟我，是因为皇商，还是因为你也有不想辜负的东西？我父亲是苏氏商行上一代东家，10年前先帝驾崩，国师开始清除异己，我父亲不肯提向算假会，不把苏氏商行变成国师的私库。3个月，父亲当丢在潼关被匪换劫了，7个吉人无一生还。我当时12岁，在灵堂上接过了商行的印嘱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，因为眼泪不能当银子用。我用10年的时间，把苏氏商行从一家边关商后做成了大前第1商行，收集了所有参与过谋杀我父亲的人的罪证，等一个能替天行道的人。但你不是替天行道，你从来不替天行道，你做每一件事都有你的算计，你的理由，你的利益考量。
你救女帝不是因为忠心，你帮我不是因为同情，你要扳倒国师不是因为你是好人，只是因为公师挡了你的路，所以我选你。最大的本事不是阴谋，是用时间换空间。他懂得等对手犯错，等局势逆转，等所有的棋子都走到他预设的位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现在出城不是在跑，是在等，或者说是在引。你看这里，西山别院离京城只有半日路程，但如果从西山往北，有一条废弃的驰道，直通北狄边境。这条路在域图上没有标注，因为它已经废弃了30年。但我的商队去年无意中发现，有人在秘密深嗅它。他在等援军，北狄的援军。北狄牙赵据西山，骑兵急行军需要7天，但如果是轻装精体，1人双马，不携带辎重，5天就能到。从昨晚鸿门宴失败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1天。北狄正使虽然被你打退了，但他一定会把任务失败的消息飞鸽传回牙赵。北狄人如果要出兵接应国师，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所以还有4天。最乐观的估计4天，但还有一种可能，国师在西山别院里藏的不只是接应路线。3年前他就开始封山，3年时间足够在里面藏一支私军。苏少东家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件事。说，你的商队遍布天下，我要你调动所有能用的人手，从今天起日夜不停地监视西山方圆百里的每一条道路，不管是驰道、小路还是兽道，只要有人从那边经过，我都要知道。已经在做了。3年前封山开始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所以每年我都会派至少3批人试图潜入，进去了7批，出来了1批。出来了多少信息？地下有兵，3个字足够推翻之前所有的推演。国师经营的不是一条退，是一个堡垒。西山别院不是别墅，是一座隐在山体内部的地下兵营。他在用3年的时间，在距离京城只有半日路程的地方，建造了一把悬在所有人头顶的刀。难怪他敢走，他不是在逃，他是在邀请我去找他。苏少东家，你之前说你不做亏本生意，那这次我给你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如果4天后我活着从西山回来，苏氏商行不只要边关贸易的垄断权，你要做整个大钱的皇商。你凭什么让我做皇商？因为如果我能活着回来，大钱的国库就需要一个真正懂账本的人来打理，而刘秉义活不过这个月了。陛下受惊了。天使大人，贵国的刺客在我的地盘上刺杀我的皇帝，按照我们上次定下的规矩，你觉得你今天能带多少人头去？赵尚书，我听说我去年腊月该到的粮草，走的是你手下的批文，那批粮草最后去了哪里？凌晨。陛下，刺客已除，北狄使团已退，今晚的宴会应该可以继续了。林将军，我今天带来的情报，市场价大约是30万两白银，我给你打了折，按同盟价，但你欠我的，我会还。别死在京城，你欠我的账，死人还不了。我终于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，找到了一个正常运作的大脑。为什么他从来不写奏折给朕？别的将军打了胜仗，第一件事就是给朕上表谢恩，写仰戴陛下天威；打了败仗也写奏折请罪，写臣罪该万死。13个字里至少有9个字是写给朕看的，讨好朕、仰慕朕、渴望朕的注释。只有他，打了胜仗不报捷，打了败仗不求援。我派去的13道催他回京驻职的圣旨被他全部扣下，只托人带回一句话：将在外君命。他为什么所谓都不正眼看朕？你高估了北狄人，也或许是我低估了你。你受伤了，右谷离王留下的，与你无关。当然与我有关。右谷离王是我请来的，这是我最后一步算错的棋。只有你不在我的棋局里，
你是我40年棋局里唯一一个无法预测的变量。这份遗诏是真的，大钱的皇权就不再是天命所归。所以你今天不走，苏清寻的皇位从此永远有一个问号。你果然很聪明，但你没算到一件事：这间密室里除了遗诏，还有别的。撤出密室，所有人往上跑，快！将军醒了，我就说他死不了。遗诏呢？带回京城，交给陛下，他自己决定是烧还是留。回京。林将军万胜！信使山军情报。此时，东门，苏少东家给咱们留了梯子。我就说苏少东家比刀可怕，他连梯子都准备好了。这女人是不是从来不出错的？他只出过一次错。哪一次？他以为你值不了几个钱，后来他发现你虽然不值钱，但很抗揍。抗揍也是一种资产。听见没有？苏少东家说我抗揍，这是夸我。你带400人在城外策应，守住东门，万一城内有变，保证退路畅通。我带100人进城。将军只带100人，是怕人多惊动国师，但愿一切顺利。回京。林将军万胜！臣林晨奉命剿灭国师余党，此乃先帝遗诏及国师认罪清单，请陛下亲览。林将军，请起。这江山，朕欠你一半。臣不要江山。臣只求陛下3件事：为将士立碑、查案，封苏子越为皇商总管。准。从今往后，大钱的规矩改一改，大家互相制衡，缺一不可。先帝遗诏所言，朕只用余生证明，朕配得上这个位置。陛下海圣明。沙枣花开了，你上次说怕潮，所以我亲自来看。有一笔账，我一直想跟你算清楚。那是太平的味道。蹲下，我在你肩膀上去，别用全力，我需要你保留体力。万一里面有人，你在外面接应。你在外面接应。守军被赵山带走了大半，密室里只有国师和2个死士。这一次他跑不了了。你比我想的要快，我以为北淡人能拖你至少5天。既然他不懂驯服，就毁掉。陛下，进来。
北狄使臣已抵达京城，他们愿意和谈，条件是大钱割让北疆3州，岁贡丝绸10万匹，白银5万两，并交出镇北将军林晨的人头。和谈的地点，京城四方馆，日子，下月初7。告诉北狄使臣，割地和岁俸都可以谈，林晨的人头朕会给，但不是给他们，他的人头是朕的。传朕旨意，下月初7，四方馆，大钱与北狄和谈大宴，命镇北将军林晨即刻回京赴宴。若他抗旨不遵，那就更好，抗旨就是死罪，那时候就不用等到宴会了。赵虎，你觉得女帝蠢吗？当然不蠢，只是有点太仁德了。对敌人，他不是蠢，他是太聪明。这套仁德的逻辑是他最好用的统治工具。对忠臣讲仁德是要你心甘情愿去死，对敌人讲仁德是为了养寇自重。至于你我的性命，3000将士的亡魂，在这个宏大的仁德叙事里，不过是几颗可以随时抹去的墨点。末将愚钝，以前只知冲锋陷阵，从未想过背后有如此龌龊。今日听将军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。从今往后，刀山火海，唯将军马首是瞻。末将这场热血，宁愿洒在将军的帅旗上，也绝不喂给朝堂上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仁德畜生。好。南阳关，大钱北疆咽喉，守将张文远，女帝的仁政派嫡系，这道门非进不可。镇北将军林晨率部归关休整，速速开门。边关烽火起狼烟，将军何事寇城关？圣上有风怀天下，何不阵前赶敌晚？圣上的旨意养不你是与你同罪，你不如京军又在城外扎营，以你之德行，想必敌军自会退去。兵不过5000，调禁军出城，京城便是空城一座。更何况陛下乃一国之君，万金之躯，岂逢亲临战阵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没有主意，你们都没有主意。过去10年，你们有的是主意。克扣军饷的时候，你们主意很多；倒卖军械的时候，你们主意很多；给镇上奏折骂凌晨暴虐好杀的时候，你们主意比谁都多。现在北敌人打到家门口了，你们的主意呢？拟旨，飞鸽传书，发往天下各州。秦王。另外单独发一道密旨，给潼关以东的镇北军残部，如果他们能收到的话，告诉凌晨，京城北门，朕亲自守。他要是还没死，就给朕活着回来。陛下，林晨目无君上，擅离边关，按律当。张侍郎，过去10年，朕拜敌人卖给谍律什么？现在朕明白了，是用来滚不按你们的办事。从今天起，朕只按一条：谁能守住这座城，朕就信谁。传朕旨意，擂鼓巨将，朕要在北门城楼上亲眼看着朕的将士出征。地下大厅的出口机关在正殿后方，我们从内部是打不开的，需要赵虎从外面爆破。但我们能做另一件事。地下大厅支撑穹顶的拱序结构，靠的是正中央4根主柱。这4根柱子一倒，穹顶就塌；穹顶一塌，500骑兵就被埋在山腹里。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多少马，全部出不来。所以我们分3组。第一组10个人守在这里，等我的信号，信号是火，看到后殿起火就引爆我们带来的火药，炸掉通往地下大厅的石阶入口，封死他们的出路。第2组10个人去正房控制别院的守军，策应赵虎从正面攻进来。第3组10人跟我下去，目标不是珠子，用火药、用剑、用任何能用的东西，把4根柱子全部毁掉。明白。走。天快亮了，国师大人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第一缕阳光照在京城城门上，京城禁军的换岗时间是卯时3刻，那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刻。届时从内部打开北门，配合右谷离王的3万铁骑，内外夹击，1天之内京城易主。你的人在出击之前，先把这座别院清理干净，
山门外有3000镇北军在虚张声势，你留300人解决他们，其余200人随我进京，清理干净。国师大人的意思是一个不留，一个不留。每一步都是精确计算的，右手扣住裂缝，左脚踩上岩棱，重心前移，左手再探，呼吸保持节奏。别院怎么进去？后殿有个暗门，三清神像后面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凌晨精锐。他们在与时间赛跑，若是能在北狄大军抵达京城之前，在野外将其截住，京城就还有救；若是截不住，京城被围，5000禁军守一座100万人口的城池，最多撑不过7日。而7道数学题的答案是残酷的，他们必须在半路军截住北狄主力，用4000人对3万人，打一场没有退路的阻击战。将军，前方30里青云坡发现北狄前锋约3000人，正在扎3000人扎营，3万人还没到，3000人就敢扎营。会不会是诱敌？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站稳之前，吃掉这3000人，一个不留，用最快的速度、最狠的手段，不给主力反应的时间。怎么打？青云坡地。凌晨绕道后山攀崖入别院，成功。山体坍塌意味着地下工事被毁，国师藏在山腹里的底牌已被消灭。2. 国师本人逃脱不是致命的坏消息，没有军队的国师不过是一个拿着遗诏的逃犯。送进宫里去，不走太监的手，直接交给陛下本人。你知道走哪条路？启禀陛下，北狄右谷离王率3万铁骑已过界河，前锋距京城北门不足1日路程，沿途关隘，无一阻挡。无一阻挡。北疆17座关隘，3万边军，无一阻挡。他们是纸糊的吗？回陛下，
北疆边军的主力是林晨的镇北军，林晨率部南下后，边关防线已被抽调大半，剩下的守军粮被克扣多月，军械短缺。有些关隘守军甚至只有空弓没有箭矢，面对北敌铁骑，他们守不住。粮草被克扣，军械短缺，空弓没有箭矢。朕记得去年的边饷拨付文书上，每一项都是足额发放，户部的账本上每一笔都是已拨。刘尚书，你给朕解释一下，足额发放的粮草到哪里去了？由朕亲自督战。陛下不可，晋军只有8000人，3000还在押运边饷途中，城中可用之。稳住！凌晨。他用40年布下的棋局，被一个穿越而来不到1个月的边将拆得干干净净。对方根本不按他的规则下棋，以为对方会步步为营，对方却直接从悬崖上爬了进来；以为对方会用政治手段步步紧逼，对方却直接炸塌了他的老巢；以为对方是棋手，对方却是拆棋盘的人。撤！所有人往上跑！快！前世的濒死体验，加班猝死那一瞬间，意识在一片黑暗中下坠。那次他没有选择，这次他有。他要活着出去。把所有降兵集中看管，清点伤亡人数，封锁别院所有出口。将军，别院已全部拿下。守军200人，死伤过半，其余缴械。我方伤亡尚在清点，初步估算，阵亡不足100人。末将斗胆说一句，打了一辈子仗，从没打过这样的仗。从悬崖爬上山顶，从山顶打进地下，把500精锐埋在山里。将军，你不光会打仗，你会变戏法。别急，国师逃了，北敌主力还在路上，北边有500骑兵。北敌牙着的援军3万人，距京城还有多远？我们不知道。今天这一仗，只是把国师的獠牙拔掉了，但北敌这条毒蛇还没有走。真相。
明日新君即位大典，便是我等大功告成之时。国师把遗诏带在身上，随时准备在新君即位大典上宣读。地下有500骑兵，正在列队准备出击，出口就在正殿后方。打开之后，他们可以直接从山腰冲出来，配合北狄主力夹击京城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国师在高台上，遗诏在他手里。不是因政务繁忙，是睡不着。每次闭上眼睛都会看到那个画面，那把短刀向我刺来，刀尖在瞳孔中急速放大，然后一只手从我监测探戳住刺客手腕，咔嚓一声，腕骨破裂。那个画面反复重播，每次那只手都会在关键时刻出现，每次我都看不清那人的脸，但我知道他是谁。臣听闻陛下昨夜连夜调整了边饷去向，臣斗胆，敢问陛下为何？国师，你告诉我，那批本该赏赐给北狄使团的金银，如果朕不调整方向，他们最终会流向哪里？陛下，和谈需要诚意。北狄使团虽然昨晚失礼在先，但两国邦交不宜因一时意气而中断。朕问的不是这个，朕问的是金银最终会流向哪里？是北狄的牙诏，还是某些人的私库？陛下，您在怀疑老臣？朕只是想知道真相。边关的将士在挨饿受冻，而本该属于他们的粮草和军饷，却被一批批的卖到了敌人的手里。朕想知道谁是那个经手人。陛下，真相这种东西，有时候比谎言更危险，因为谎言可以维持太平，而真相一旦揭开，毁掉的不是一个人，是所有人。包括你吗？陛下累了，老臣告退。第二，他活着对我有用，他欠我一条命，不是我在乎他欠不欠，是他自己在乎。你没看见他今晚看我的眼神？一个刚愎自用的人，只有在被自己要害的人救下之后，才会真正开始怀疑自己。他会怀疑他的判断，怀疑他身边的人，怀疑他过去坚信的一切。一个自我怀疑的女帝，比一个自以为是的女帝更好对付。第三，我没想那么多，他站在那里挡了我的路，刺客要杀他，顺手就杀了刺客，仅此而已。将军，你和我们真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把人命当账算，你的这里是一本账本，每一个人的命，每一个人的价值，每一个人的用处在哪儿，你算得清清楚楚。我不行，我只知道谁砍我兄弟，我砍谁全家，这是我的算法。你的算法比我的复杂。赵虎，你后悔跟我吗？我赵虎这辈子跟过3个将军，第一个克扣军饷，拿弟兄们的卖命钱去给京城的小妾买宅子；第二个胆小如鼠，看见敌人就跑，留下一地弟兄们的尸首；第3个是您，所以不后悔，到死都不后悔。苏氏商行的情报网比他卖给凌晨的账本更加可怕，比预测快了2刻钟收场，说明他的战斗力评估需要上调。我原以为他需要100苏才能解决5名刺客，他只用了不到60苏。商人需要保持味觉的敏锐，所以不能嗜甜，不能贪杯。他10岁开始喝苦茶，12岁学会熬夜，14岁第一次在谈判桌上击败了一个比他大2轮的盐商。今年他22岁，味觉已经迟钝到了喝不出苦味的程度，但他能品出另外一种味道，机会的味道。赵虎的伤需要用药，刀伤入骨，普通金疮药会化脓。库房里有一批云南白妖，本是要卖京中权贵做跌打损伤生意的，调3成出来，连夜发往南阳关。药价成本出。赵崇光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，
而我在赵重光那本账本上签的字，足够让我的下场比赵重光更惨。赵重光不过是军械案的中转人，而我是户部拨付的总签批，每一笔从国库流向北狄的银子，最后都要经过我的朱砂印。刘尚书，这份拨付文书朕亲笔批了，你看清楚。臣遵旨，明日一早，便着人将鞭晓发往北京。不是明日一早，是现在。陛下，现在是丑时，库房管事早已回家，银两出库需多层核验，还需兵部协同押运。朕刚从兵部过来，赵重光今晚身体抱恙，兵部的事，朕已命侍郎暂代。这是调令。陛下，老臣斗胆问一句，是谁让陛下如此？一个不会讨好朕的人，他救了朕的命，却连正眼都不肯给朕一个。朕想了很久，他为什么不肯正眼看朕？后来朕想明白了，因为朕不值得他正眼看。从这一刻起，每一笔鞭仗、每一批粮草、每一件军械，都必须按足额送到该送的地方去。如果你能做到，过去的账朕替你消；如果你做不到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北狄的狼头令牌。明日5时，他会从苏氏商行出来，路线我已经摸清了。他会走东市，穿过菜市口，然后出正阳门。菜市口人多，是最好的动手地点。四街头，四面都有店铺，你们藏在人群里。他一到，4人同时出手，4个方向封死所有退路。这一次不许失败。赵大人，事成之后，我们的家人，抚恤银子1人1000两，银子就会送到你们家人手上。我用兵部尚书的官印担保。外面什么声音？深夜冒昧来访，希望没有打扰你的雅兴。昨夜鸿门宴，赵尚书也在场。你看到我杀了5名刺客，你看到北大正使带着残度落荒而逃，你看到我在满庭权贵的注视下全身而退，你看到了这些，然后你觉得再派4个人就够了。赵尚书，你不光账算得不好，算术也很差。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兵部尚书，杀我你就是谋反，你谋反。赵尚书，你说错了，杀你不叫谋反，杀你叫清理门户。这本册子明天5时之前会出现在女帝的御案上，不是你送上去的，而是我送上去的，所以你没有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在我改主意之前告诉我3件事。哪3件事？第一，那批被你卖给北狄的粮草，接手人除了你还有谁？第二，朝中还有哪些人参与了军械贩卖？第三，国师和你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我不能说。赵尚书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告诉我，然后我会让你活到3司会诊，你还有机会在牢里安度晚年；二，不告诉我，然后我现在就送你上路，选一个。我说，军械贩卖，还有户部尚书刘秉义，工部侍郎孙茂才，国师是背后真正的主使，这一切都是国师在操控，我只是个经手人。国师他和北狄有联络，他手里有我的把柄，我不敢不听他的。什么把柄10年前，我在西征时谎报了一次军功，没办法，我只能。他拿你的把柄是为了控制你，帮他和北狄做交易。如果你在会审之前死了，我都会认为是你辜负了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赵重光的府邸在城东，周围3条街都是他的人。府内有300名家丁，其中至少50人是退役的老兵，身手不错。北狄使团住在这里，昨晚逃走的那3个人肯定还在里面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是商行的令牌，拿着它，京城所有苏氏的产业都会为你提供帮助。从现在起，商行的120名护卫全部归你调遣。多谢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林晨都杀不死。现在他居然敢大摇大摆的进京了，他这是在打我的脸，打我们整个赵党的脸。大人息怒，林晨武功太高，我们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而且现在苏氏商行也在帮他，我们很难下手。难下手，那就让他死在苏氏商行里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跟我赵重光作对的下场只有死。传我的命令，让所有潜伏在京城的人，今晚子时全部出动，目标苏氏商行。林晨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少东家，林将军，宫里来人了。李公公传陛下口谕，宣林将军即刻进宫见驾。女帝现在召见你，肯定没安好心。赵崇光肯定在他们面前说了你的坏话，你不能去。我必须去，如果我不去，就等于给了他治罪的借口。而且，我也想看看这位女帝陛下到底想干什么。把这个带上，藏在靴子里，以防万一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活着回来。凌晨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罪，请陛下明示。你在鸿门宴上擅杀朝廷命官，还当众顶撞兵部尚书，难道不是罪吗？陛下，那5人根本不是什么朝廷命官，而是北狄派来的刺客。他们想要刺杀陛下，臣只是在保护陛下的安全。至于赵尚书，他与北狄勾结，通敌叛国，臣只是在陈述事实。好了，这件事朕知道了，朕相信你，你先退下吧。国师替朕送送林将军。林将军，年少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只是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国师此言何意？林某愚钝，还请明示。林将军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朝堂之上不是只有打仗那么简单，站错了队可是会掉脑袋的。多谢国师提醒。不过林某的脑袋还不是那么容易掉的，倒是国师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。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女帝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她只是试探了我一下。不过国师倒是警告了我一番，看来国师和赵冲锋是一伙的。我就知道，国师一直是赵崇光的后代，这下麻烦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我早有准备，今晚他们肯定会来，我们就给他们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这样真的能行吗？赵崇光派来的人肯定都是高手。放心吧，我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，再加上你的护卫，还有这些陷阱，足够他们喝一壶的了。今晚我们就让赵崇光有来无回。凌空出剑，寒光一闪，剑刃已经死冰冷如霜。不赚他的钱，但运费另算。这笔账，将军，今晚的事我想不通。哪一桩？女帝，她设的局要你的命，你为什么要救她？赵虎，你觉得我救她，是因为她长得好看？我今天救她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她不能死，不是因为她值得活，而是因为她死在这个节点上，大钱会乱。兵部尚书赵崇光勾结北狄，户部半数官员在账本上签过字。御史台是一群只会弹劾不会办事的废物，他死了，继位的是他那个3岁的侄儿，辅政的是国师。国师是谁的人？你看看账本就知道了。大钱乱了，边关就守不住，边关守不住，你觉得北狄人会只隔3州？他们会一路南下，杀到黄河边上，到时候死的不是我一个人，不是3000将士，是30万。本官这里备了好酒，等将军感化了敌军，再进城不迟。哈哈哈哈！赵虎，带队后撤50步，等我信号。将军，对于普通人那是绝路，但对我这个参加过极限攀岩的前世来说，那是一条路。前世攀岩俱乐部全国冠军的肌肉记忆还在，这一战从这道墙开始。你的德，眼中的洞虎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任何人气。开门，或者我把你挂在旗杆上晾干。开门！
快开门！不值得。京城3日路程，沿途3座关隘，17处驿道岔口。从南阳关到正阳门，每一步都要算清楚。将军，东边有动静。是援军。都虎，你确定？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是苏子越，他不是朝廷，不是将军，不是任何会被官僚系统拖慢的人，他是商人。商人不放鸽子，放鸽子亏本。将军，你跟苏少东家，你们俩是不是有点什么？我们俩是账本和兵法的关系，他出钱，我出力；他出情报，我出命，就这么简单。哦。弟兄们，北狄崽子们欠我们3000条人命，今天收账，杀！哈尔巴，我最后一刀！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一道需要被解决的数学题。不留俘虏，我们需要速度。形势2坡加一沟，驰道从沟底穿过，两侧是缓坡。北狄前锋把营寨扎在东侧坡地上，居高临下封锁驰道。这个位置选得很专业，从坡上可以俯视整条驰道，弓箭射程覆盖沟底全部。但他们有一个弱点，坡度更陡。北狄人把营寨扎在东坡，是因为地势平坦，适合骑兵展开，但他们忽略了西坡，在西坡坡顶部使弩兵，可以俯射东坡的整个营地。北狄人的皮甲防得住平射，防不住从上往下灌顶的箭雨。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赵虎，你带1000骑兵从正面沿驰到佯攻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记住，只佯攻，不死冲。你要做的不是杀多少人，而是让他们把全部阵型都转向驰道方向，让他们以为我们是从下面来的，让他们背对西坡。我带剩下3000人从西坡后面绕上去，弩兵上坡顶，步兵从侧面摸进营地。等西坡上的弩兵一放箭，我从侧面冲进去，你从正面转实攻，两面夹击，3000对3000。但我们的弩兵在坡顶，他们有制高点，我们有突袭的先手。这场仗打的是时间，必须在半个时辰内结束。半个时辰后，北狄主力到达战场，我们就是打子。将军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熬夜加班长的。全军听令，轻装急行军，目标青云坡。天黑之前，我们要让北狄人记住一个地名，不是青云坡，是折主坡。12000人，各州拼凑的，
装备参不齐，训练水平高低不一。最远的从商州赶了300里路，最快的从潼关赶了180里。粮草够吃5天，5天之后必须补。我在路上收到消息，北谍右谷离王的大营就在南边。我没打过仗，不知道怎么用这些人，但我知道你能。苏少东家，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在军事术语里，这叫战略投放。把12000人的联军，在1天1夜之内投送到距京城300里的战场上，整个大前的兵部都做不到，你做到了。那是他在心里，把林晨这个名字从脚等上调到了脚等上上的声音。古离王，王爷，东边的援军是真的，不是疑兵。赤豪数过旗帜，至少8个州郡的番号，还有一面月白商旗。将军，我们真的要在这里死守吗？每多拖1天，京城的城墙就多加固1天，苏清巡的秦王令就多传出去1000里，各州的援军就多走1天的路。我们不是来打赢这场仗的，我们是来给这场仗买时间的。镇北军从来没有打过不求赢的仗，他渐渐明白了一件事：有时候不败就是赢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如果这4200人还站在这片坡地上，就是赢。她居然真的站在了北门城楼上，一个曾经只会碾碎牡丹的女人，此刻正披着战甲，用她那双弹过琴、劈过奏折、捏碎过花瓣的手，握着一柄她大概从来没有举起过的剑。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的评价可能需要修正了。传令下去，今晚轮流休息，甲不离身，剑不离手。天一亮，继续打仗。大脑在超负荷运转了36个时辰之后，反而陷入极度清醒的麻木状态，疲倦被压在意识底层如沉积的淤泥，而水面之上是冷冽的青叶，透明、敏锐，不带丝毫困意。有人来了，不是北敌主力。北敌主力在南边，3万大军的营火烧了整整1夜，而东边是潼关的方向。整个大前能在1天1夜之内调动1支1万人以上援兵的只有一个人，是掌管大前1/3民间物流网络的苏氏商皇少东家。他只需要从腰间取下那枚金算盘，在玛瑙算珠上拨几个数字，所有的资源都会在同一张看不见的物流网中重新分配。
那个银甲将军，就是林晨。是，就是他。西山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，他把国师的地下堡垒给端了。我哥说过一句话：草原上最可怕的不是狼，是被逼到绝路的獾。獾个子不大，但一旦被堵在洞里无路可退，他会比任何猛兽都凶。他在拖时间，用4000人摆出决战的姿态，不是为了赢，是为了拖。他在等援军，等京城派兵来救他。可是京城现在还有兵吗？禁军守城都不够，怎么可能派兵出来？问题就在这儿。他不是在等京城来救他，他是在等京城相信他。他站在那里是要让我们看见他，他要让我们犹豫，让我们停下来掂量一个敢用4000人堵3万人的将军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底牌没有亮出来？他拖的每一个时辰，都是京城备战的时间。那我们现在攻不攻？传令，全军列阵，但不冲锋。不冲锋！不在今天，今天士气已被夺了，前方全军覆没，对方的将领站在坡顶上等我们，手下的兵个个眼神发亮。这种状态的敌军，就算只有4000人，冲上去也会咬掉我们一大块肉。北狄勇士的命不是用来填这种坑的。今晚扎营，对峙，等明天。明天，我要看看他还能站多久。他之所以不冲锋，不是因为士气，不是因为怕伤亡，而是因为他从那个银甲将军的姿态里嗅到了一种他不熟悉的东西。他在草原上打了30年仗，什么样的对手都见过，有勇敢的，有怯懦的，有狡猾的，有愚蠢的。但这个人，他不是勇敢。勇敢的人在面对3万大军时，眼睛里会有火焰，他的眼睛里没有火焰，只有冰。那不是视死如归，而是精准的计算。他不知道这个人在计算什么，正是这种不知道，让他停下了3万大军的脚步。将军，明天怎么办？明天，我们要做一件比打仗更难的事：活着，活下去，拖下去。哈尔巴右耳缺了半截，10年前在北疆被大前边军民士兵一刀削掉的。10年后，他带着3000人来报这一刀之仇，但他不知道，今天要报的不是10年那一刀，是3000条命。主力大军还有半天路程，由右谷力王亲自统帅。我的任务是盯在青云坡，确保驰道畅通。京城那边国师会从内部打开北门，只要北门一开，3万铁骑涌入京城，江山就此一手。我哈尔巴将作为第一个冲进京城的北狄将领，被载入草原史诗。林将军，苏氏商皇苏子越，请见。进来。林将军，我的时间和你的一样值钱，客套话就省了。
这些都是原件，每一笔都有经手人亲笔签押，每一卷都有苏氏商行100年传承的防伪案记。朝中3品以上的权贵有27人在这里签字画押。你的那13道求援信为什么没有回音？答案在这里。我的商队需要安全条件。从今天起，边关33条商路，所有其他商行的护卫费用翻倍。因为战争，但苏氏的商队不打仗，照样走。垄断是定价权。我给你的是先犯27名权贵和半个朝廷的证据，你要给我的，我的商队就能安全走到哪里的保证。事成之后，朝中权贵倒台空出来的物资供应份额，苏氏要7成、 5成、 6成半。成交。多少人去？500骑兵，轻装简行，剩下的部队留在京城北面休整，由苏少东家负责后勤补给。诺。潼关不远，快马2天能到。国师在潼关的私军人数不详，但女帝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虽然不一定拿得住，但至少能拖住他一阵。我们要在国师反应过来之前赶到潼关，速战速决，不留后患。哼哼。苏少东家同意你带伤出征吗？你不是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人吗？我是说他不是你的什么人，但他是咱们的军需官。你要是在半路上伤口裂了，他怪我头上怎么办？我可不敢惹他。上次我问他我家将军的伤值多少钱，他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把我卖了抵债。我赵虎这辈子怕过谁？怕你，怕女帝，怕老天爷，现在还得加上一个苏少东家。他不用刀，他打算盘，比刀可怕多了。你不用怕他，他说你值不了几个钱。我输了，下令撤军，放我的人回草原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因为我不是国师，我是你的敌人，不是你的骗子。北狄人重诺，我输了，我认。韩王会不高兴，但他也会认，因为我们草原上有一句老话：在战场上输掉的，在战场上认，不丢人，丢人的是输了不认。汉王会卷土重来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我哥岁数大了，身体不好。我回去之后会告诉他，大前有一个人叫林晨，最好别惹他。也许会听，也许不会，但我自己不会再来打你了。这次我欠你一条命，这柄剑没有刺下去，我就欠你一条命。北狄人欠的命一定会还。你的人现在撤，辎重留下，武器留下，马匹可以骑走。天黑之前，我的人跟在你后面。如果有一个人回头，我会把3万人的命全部留在北疆。我说到做到。商旗是苏氏商行的旗，苏氏商行是大前最大的商后，控制着北方13座边关的物资流动。如果连商队都开始运兵，说明不是朝廷在动，是整个天下在动。连商人都把算盘换成了刀，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女帝和一个将军，我们面对的是整片土地。我哥说过，他这辈子最想打一仗的对手是林晨，一个不按规矩下棋的人。可惜我哥没能等到这一天。也好，弟弟替哥哥打这一仗，传令全军列阵。今天不攻青云坡，今天在旷野上打。北狄铁骑对镇北军加联军，堂堂正正打一场。赢了，京城是我们的；输了，输了就回草原放羊。战场上所有声音在这一刻都退到了远处，赵虎的喘息，苏子越算盘出偶尔的动土的拼劲，达万听兵比按兵体铠甲摩擦的地鸣，能感觉到自己的胸顿。这些一层透明的水隔塞时，裁判吹哨前的那3秒钟，心跳也是这样变慢的，不是恐惧，是专注到极致后，时间在感知中加快，被拉伸了。上！
战略性人力资源投入不可因情感因素影响判断，风险系数已纳入预期模型。城墙3丈，城门包铁，守军3000，将军还不能爬墙，这仗怎么打？等什么？我在等苏子越，他不需要命令，会在最恰当的时刻给我最需要的东西。晋军没有出城，你不需要援军。朕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难过。高兴你赢了，难过朕什么都没帮上。国师的下落，朕查到了一些东西。他离开西山后，没有北上投奔北狄，而是南下去了潼关。潼关守将赵世安是赵重光的远房侄儿。朕已经派人去潼关拿他，但朕的人出发2个时辰后，朕收到消息，国师在潼关有一支私藏的驻军，人数不详，朕怕朕的人拿不住他。朕怕很多东西，以前朕怕丢面子，怕被人看不起，怕自己做不好这个皇帝。现在朕怕的是，怕你打完北狄回来，发现京城里还有一个敌人没有除干净。朕不想让你觉得朕还是以前那个没用的女人，所以朕求你一件事，不是以皇帝的身份，是以苏清瑶的身份去潼关，把国师带回来，或者把他埋在潼关，怎么都行，只要别让他再出现在朕的面前。又有仗打了。潼关，国师在那里，还有赵重光的侄儿。赵重光的侄儿，就是那个把潼关守军的粮草也卖给北狄人的赵世安。我还以为这孙子早跑了，没跑。他在潼关替国师守着最后一支私军。国师从西山逃走后，没有北上，他南下，因为北上没有他的位置了。北狄人输了，但南下还有机会。潼关是京城通往西南的咽喉。如果被他控制住，援军和粮道都会被切断。京城打完北狄打内战，他就可以在乱局中重新站起来。那他图什么？图当皇帝？他一个道士，当什么皇帝？遗诏还在他手里。那份遗诏，不管它是真是假，只要它还存在，国师就永远可以说他才是先帝指定的继承人。明白？他可以不打仗，可以逃到任何一个地方隐居。然后在某个夜晚把遗诏交给某个仍然忠于他的地方将领。10年后、20年后，那份遗诏还会是一个引爆内乱的隐私。他不是要当皇帝，他是要把谁该当皇帝这个疑问永远悬在大钱的头顶上。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，比一场已经打完的仗更可怕。赵虎让我带给你的，他说失血的人喝烧花子能暖。这次的投资回报率，你满意吗？
众折现，加上战马，加上北狄人留下的军械，初步估算，这次战役的直接收益已经覆盖了苏氏商行本次经行动的全部支出。如果再加上日后边关贸易的预期利润和皇商资质带来的长期收益，内部回报率大约是372倍。苏少东家，算出来没有？这一仗赚了多少？军事机密。那换个问题，我家将军的伤值多少钱？赵副将，你的伤是云南白药的钱，运费另算。你家将军的伤是战略投资，战略投资不算钱。京城还在，活着回去。少东家，宫里送来的，给林将军的。派人送去青云坡，今晚必须送到。是。北狄退兵的消息已到京城，朕站在北门城楼上，看见北边的烟尘散了。想活，放下刀，带着你的人退出战场，回去告诉韩王，北狄的贵族子弟以后离大前远一点，下次我不会问了。左翼将中军侧后迂回。第一排蹲下装箭，第二排射击，第三排准备。王爷，左翼溃了，中军伤亡过半，再打下去。我知道，我在找他的破绽。从开战到现在，我一直在观察这个人。他发现林晨打仗有一个特点：精确，太精确。每一次攻击都恰好落在剑最脆弱的位置，每一次推进都恰好卡在北狄骑兵发力前的瞬间。每一次调整都像是提前知道了对手的下一打法。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它需要稳定，精确需要情报，情报需要时间，时间需要后方。如果后方被打乱，精确就会失效。传令。50骑冲帅台，没有人比商人更懂概率。50骑突入数千中军护卫圈，成功击杀敌军主帅，然后全身而退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。意识
像是被一柄生锈的铁钩从无底的深海中强行拖拽出来。首先是办公室的打印旧水位，到令人窒息的腥甜，无数记忆碎片如溃刀的洪水，以旁观者的第三人称视角冲进意识。镇北将军率领3000级不是援，被5万敌军围困，以现代军事参谋的大脑评估战场，敌军重骑兵正在结阵，3000人只剩不到矮人能战。哼，但这场仗还没输。收集所有能用的弩箭，箭头涂上马粪和泥，其他人把死马的肠子拖出来，结成半马索，埋在30步外的浮土下。都听清楚了，照做。今晚能不能活，就看他们是先用脑子，还是先用马蹄。放箭，左翼缺口，补3支弩。配合击军，重要下策。鬼雷战术，战场心理学，将冷兵器时代的冲锋变成一场预设好的屠杀。